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建造了村民交易所。那么这里呢，现在已经关了有7、8个村民了。然而很幸运的是，我这里已经交易出了基验修补的这个附魔书，我们只要15个绿宝石就可以跟他交易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绿宝石也是非常的富裕，跟他交易了10多本的基验修补。我们这边的绿宝石呢，仍然还剩很多啊，还剩将近100个绿宝石。因为我们赚钱的方式可以用甘蔗，或者呢可以用这个铁锭来跟他交易。这边的铁匠呢，一般只要3到4个铁锭就可以跟他进行交易了。好，我们来跟他交易一波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口气赚到12个绿宝石，也是相当的划算的。之前租了一个小的村民繁殖机呢，我也把上面的村民搬到这下面来了。那么这边呢，就是通过这个活板门啊，使这个村民寻路到这个床，只要有3张床以上啊，他们就会想生小猴子的欲望。那么生出来的小猴子呢，没有1格高，就会想往床这边跑，然后就会掉到下面的水坑，最后呢就被送到这外面来，我们可以用矿车把它给接走。又到了我们读粉丝评论的环节了。我们今天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粉丝评论我们将要读到呢？好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第一个评论啊，他说刷铁机过了5天刷不出铁傀儡。这边呢，我们先去刷铁机上面去看一下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刷铁机的上面啊，首先呢，你的刷铁机是不是按照我的这样做的？如果你是这样做了的话，首先要看这几个村民他能否都睡到床上去了。如果他们睡不到啊，就说明就有问题，可以先把这里围起来。好，那么现在他们3个都能够睡到床上面啊，这是第一步，他们能够睡到床上，然后他们还能够工作，然后还要能够被僵尸恐吓到，就是这3个条件。如果你不能刷铁柜了，你首先把这个僵尸围起来，看他们是否能够躺在床上。如果能够躺在床上，再把它打开，他马上就可以刷铁傀儡。因为我前几天呢也出现了这个问题，他也不刷铁傀儡了，然后我就把这个僵尸把它围起来，然后再把它打开，它就正常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条评论，他说呢，为什么我的村民繁殖机总是2个村民生不出小村民？村民能够繁殖呢，要注意以下几点啊。首先，他们要有足够量的食物啊，起码要有12个以上吧，这个具体的数量我也不大清楚，总之要给尽量多一点。然后第2点呢，他们能够寻路到床，床的数量呢要有3个以上才能够生出小村民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条评论，他说刷铁机形状有要求吗？那么这个形状呢，它没有太大的要求啊，主要你能够满足之前我说的那3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刷铁机堆叠到极限高度256格，在下面挂机能全部运行吗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首先你要明白这个加载是怎么加载的啊，这个加载呢是按照区块来加载的，并不是按照这个高度，所以呢这个高度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啊，只要在加载的区块以内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位评论，这次刷铁轨机是不是全种类铁轨？我们上一期做了这种刷铁轨机呢，它是用到了这个粘液块，它不像上一次是用活塞来推。那么这一种呢，刷铁轨机它所有的铁轨啊，普通铁轨它也是可以刷的。之前的那个刷铁轨机呢，它是普通铁轨是不能够刷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里面啊是已经有普通铁轨了。好，下一条评论，他说为什么我的村民生了几个之后就绝育了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就跟第2个差不多的，就按照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来排除一下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小僵尸会不会把村民交易所的村民给杀死？那么这里的村民呢，我也是一个都没有死啊，而且还抵挡了2波袭击，这些铁傀儡都还是非常给力的，而且这个村民交易所旁边都是用到了这个铁轨把它给围起来了。一般的生物以及怪物都是不会越过铁轨的，除非有一群僵尸在后面推，把它推到铁轨上面去了，它就会往前面走，但是这样的进来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，而且这里还有特别多的铁傀儡，所以他们应该是进不来的。好，下一个，他说最好在工作方块上面盖一个玻璃或者半砖。好的，刚才那条评论他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的，把这个上半砖盖在他的脸上，让他无法识别到旁边的工作方块啊。如果你把它打掉之后，他很容易就会识别到旁边的职业方块。那现在已经不知道识别的是谁的这个讲台了，他就有职业了。所以要解决这个方法，就是上面把它盖住一个半砖，或者盖住其他的一个实体方块都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条评论，刚建好那晚产了1个铁傀儡，然后就没有了。那么这条评论呢，参考前面第1条评论我所说的那几点来看一下有没有出什么问题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好吧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
我们来按 F3 来看一下现在游戏里面已经生存了多少天了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呢，已经有146天了，玩了146天，我到现在为止一颗钻石都没有挖到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身上会有钻石的工具呢？那么这些功劳呢，全都应该归功于村民啊，从他们这里交易了不少的钻石的一些工具。我们这个村民交易所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前期来建造一个的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呢？我们除了这里的刷铁机啊，可以产非常多的铁来跟他们交易。那么这里还有图书管理员，那么这里的纸呢，我们也可以拿来跟他交易。前段时间呢，也出了一种新式的零 TIG， 用来产仙人掌的以及甘蔗的一种方法。那么我们一会儿啊，就在旁边这块空地上面来做一个零 TIG 的甘蔗机。那么做这个甘蔗机呢，我们需要用的哪些材料呢？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引火，我们做4个吧。我们做4个，虽然这个效率还是很高的，我们还是可以让它更高，我们就来做4个。除了引火，还要船，我们也做4个啊。这个我们不是强迫症啊，我们就做橡木船，还有云杉木船，就不要4个都那么统一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引火放在地上，然后呢隔3格啊，中间隔3格，再隔3格，好。把它们都给放好。这个铁傀儡啊，待会要把它拿开呀，不然我们待会放船全被那个铁傀儡都给顶歪了。船要把它放正。好，放正了之后，我们需要在上面放上沙。那么这样的一个鬼畜的落沙啊，是这样做出来的，很简单。好，第4个沙。那么我们这边第1台呢就把它做完了。不过我们光有这个沙是不行的，我们没法收集。那么这个漏斗矿车呢，要跟这个沙合为一体，所以啊，我们这里不能够这样放，我们要先去拿铁轨。好，我们这里呢，铁轨像这样摆，再把它推下去。好，这样呢就把它卡住了。再放一个沙，这样呢落沙和这个矿车它就合为一体了。只要啊有甘蔗掉到这个沙子上面啊，它就会被这个矿车给收集到。好，每一边呢我们都是做成一样的。这边的沙，我们先要把沙给打掉。前面一定要用东西把它顶住，不然这个矿车推前面去了，它就来了一个平抛运动，就直接抛到前面去了。所以对面要用这个方块把它挡一下。好，把它推下去，再放一块沙。好，然后做完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船呢，以及这个矿车，你都不要去碰它啊，碰它都很容易就把它给挤歪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个楼梯。那么这个楼梯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我们需要这边给它弄一个含水方块，因为我们要种甘蔗嘛，它是需要水的。好，我们先上到这上面来，这边呢也需要给它放一个，放不上去啊，在这里放，中间再给它放一个，我们就给它放个玻璃吧，这样就看得很清楚。好，可以倒水了，然后这一边也给它倒上水。我们再拿上甘蔗种到这个沙上面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这个甘蔗啊长得是特别的快啊。那么这些甘蔗呢要怎么收集？我们要在这个甘蔗的第3格高的地方铺上方块，然后放上向下推的活塞。好，这边2个，对面呢也是一样，1个、2个。最后我们怎么样激活这4个活塞呢？可以在中间铺上红石，再拿出我们的拉杆，可以直接在这里拉。当然呢，这个只是手动，对不对？我们待会把它改成自动的。我们在这里放上5个中继器，把它打成一个循环电路。那么这下面的甘蔗啊，就是正好是5个满档的红石中继器的时间，它的生长的速度就正好是这么快。我们只需要红石脉冲把它给激活。这种红石脉冲呢，拉一下，赶紧把它关闭啊，它就可以激活了。好，正好就是这个时间啊。卡得很准，刚长出来就可以把它推到下面的这个漏斗矿车里面去啊。收集呢也是收的很稳的，它不会掉到外面来。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法点开这个矿车的 GUI， 它都卡在这个沙子里面去了。那么我们如何来收集这里面的物品呢？这个漏斗矿车的下面，我们可以给它装一排铁轨。这个铁轨呀，把这边的船全都推得乱七八糟的。到时候呢，直接用漏斗矿车啊，在下面刨，它就可以把这上面的漏斗矿车里面物品把它接收到下面的漏斗矿车。这个漏斗矿车呢也是比较神奇，它可以隔着一个空气方块啊，接收到这上面的物品。你还在踢这个船？好，这边4台呢我都已经把它做出来了，然后把甘蔗都给种上去。
那么这4台呢也是做的非常的对称的，看起来特别的爽，很适合那些有强迫症的玩家来做一个跟这一样的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自动卸货的装置，我在做史莱姆农场的那一期也已经讲了这个具体怎么做，这个确实很简单，所以呢我就不想再讲一遍。要实在不懂原理，照着我的这个一样的做也是可以的啊。这个漏斗矿车放上去。好，这下面还没有激活啊，哇，挺好的，非常的对称。这边也是放中间，哇，相当的对称啊，看起来简直爽爆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布线呢，我们要怎么布呢？还是这样啊，5个中继器啊，那么这5个中继器也是相当的对称。正好5个，每一条线路啊就接着4个活塞，朝下的活塞。我们之后看一下怎么给它弄一个开关，因为这个循环呢，我们不可能让它一直循环。如果这里下面箱子都爆了，肯定要把这个机器把它给关掉。那么这里的关掉呢也是很简单啊，这里给它一个侦测器，打开这个循环呢，我们必须要这样把它拉开，然后再把它关闭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实现像这样，让它给它一个短暂的红石脉冲？当然，这个短暂的红石脉冲，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侦测器。我们把侦测器给它更新一下，它就会有一个脉冲。当然，我们这里没有连上，我们开关可以像这样更新一下它啊，这个脉冲它就开始了。那么怎么让它结束呢？让它停下来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让它给拉开，这里要有一个粘性活塞才行啊，没有带，拉开就把这4个啊集体把它拉开，那么这个循环呢它就断开了。好，这里我们先放一个方块来垫一下脚。那么这里的粘性活塞呢，要隔一隔啊，隔一隔。我们拉杆就可以放在这下面，这样有点高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在它的下面放一个，然后这里开关就放这里，这样我们就方便的拉这个开关。好，这样它就断开了。然后这样呢，连上。好，所有的4台机器啊，都开始在复制这个甘蔗了。现在都在复制甘蔗，看一下有没有哪一个有问题的啊？那个甘蔗只是闪烁一下，刚刚生长出来就被推下去了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面到底收集了有多少东西吧。我这里也没有挂机啊，就刚刚晚上睡了一个觉，现在这里已经有好几组了吧。反正照这个速度啊，5个满档的中继器，那一共是多少个 tick 呢？4、5、20啊，20个 tick， 那就是1秒，正好就是1秒钟，1秒退一下，那每秒就是4、4、16，1秒钟产16甘蔗，1分钟产640个，那就10组，我们1分钟能够产10组甘蔗，那么这个产量还是相当的不错的。好的，那么本期的全部内容呢，在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大家还有红石方面不懂的一些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来跟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讨论吧。那么我也会尽量的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，说不定下期节目我会将你的评论贴在我的存档里哦。好的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